第1113章血狱令。望着面前那在随意站立间却是弥漫出一股磅礴气息的青年，林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相当的难看。四星斗宗？林泉目光阴沉地盯着萧炎，心中满是不可思议。想当年他在内院第一次看见萧炎时，后者不过才斗灵级别的实力，那时候的萧炎几乎根本连他正眼相看的资格都是没用。当初若非苏谦大长老在场，他定然会给萧炎一份难以忘怀的回忆。然而林泉却是无论如何都是想不到，时隔短短几年时间，待得再次见面时，这个当年的萧家废物居然也是达到了斗宗层次，而且比起他来也仅仅是弱了一星而已。这等天地之别的变化，怎能令得林泉不感到震惊？在林泉面色阴沉时，萧炎的目光也是缓缓地扫过前者，旋即嘴角掀起一抹充满着冷意的细微弧度。当年这个家伙在接走薰儿时，可是还想对他出手，那时候若非苏谦大长老出手的话，恐怕后果难料。但即便那一次两者间并未交手，可对于这个林泉，萧炎也算是彻彻底底的将之记在心中。当年他所赠予的那份嘲笑，可一直被萧炎牢牢地记在心中。从始至终，萧炎都不是什么大度之人，当年这林泉趁着其实力弱小，百般羞辱，甚至最后还想下杀手，这一点也足以让得萧炎难以将之忘却。嘿嘿，没想到那没落成这般模样的萧家，居然还能再出一名斗宗强者，还真是让本统领意外。林泉阴沉地望着萧炎，片刻后终于是冷笑道：不劳林泉统领费心，这种事谁能说得清楚？当年你见我时，我也方才斗灵而已，但几年之后，孰强孰弱，或许还难以分辨。萧炎微微一笑道。听得萧炎声音中的那分嘲讽，林泉也是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小人得志，不过是达到4星斗宗而已，也敢在本统领面前嚣张？在我眼中，你与当年没多少差距。虽说萧炎只是比他自己低上1星实力，但若是交手，林泉有信心将前者彻底击溃。这份信心并非毫无理由，毕竟林泉在古族中所接受到的培训以及所修炼的功法、斗技等等，皆是上上之选。他还真不相信，经过古族这等堪称精锐般训练的他，会连一个自学起来的萧炎废物弱。但在我眼中，现在的你也什么都不是。萧炎笑道。对于这林泉，他同样是极端的厌恶，而且或许这份厌恶是从当年便是累积而下，因此在如今见到这家伙时，绕是以萧炎的定力，也是很难给他什么好脸色。对于萧炎这般丝毫不客气的话语，林泉英俊脸庞上也是逐渐的涌现一抹森然，阴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者，眼中掠过许些杀意。面对着林泉这等冰冷眼神，萧炎却是脸色都是未曾有半点变化，直视着对方，漆黑眸中同样是有着寒意涌动。两人对视，两股磅礴气息皆是缓缓地弥漫而起，隐隐间有着一股肃杀之意。两人的见面显然并不友好。林泉似是感受到林泉眼中若有若无的杀意，薰儿俏脸微寒，厉声喝道。被薰儿这般严厉斥喝，即便是林泉也是不敢怠慢，连忙收回目光，对着薰儿躬身抱拳。但在其略微低头时，眼中的森寒杀意却是越发的浓郁。薰儿为了萧炎，居然对其这般呵斥，这令得他心中也是极为的暴怒。当然，这份暴怒他自然不敢往薰儿头上扯，因此一旁的萧炎倒是成了他夹住怒火的好目标。小姐，长老们此行出来，曾经严厉告知我等，必须尽快将小姐带回古界，不得延误半日时间。而这间若是有人阻拦的话，则是格杀勿论。林泉抱拳躬声道，但说着最后，那阴森的目光却是徐徐地飘向了一旁的萧炎。薰儿，你要走了？一旁的萧炎闻言倒是一怔，也不理会林泉那森然目光，望着薰儿，眉头微皱。薰儿迟疑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体内血脉正处于觉醒之刻，族中的人肯定不放心他在外面，此次若是不回去的话，恐怕下一次来的人就是族中的真正强者出马了。到时候若是与萧炎相遇的话，说不定会横生变故，这可是他最不希望见到的事。莲步轻移，薰儿停在萧炎面前，玉手温柔地为其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衫，低声道：此次我的确不能出来太久，否则还会给萧炎哥哥带来一些麻烦。等萧炎哥哥将你的事情解决了之后，应该便是有能力来古界
薰儿等着你。萧炎凝视着面前俏脸流露出许些依恋的女孩，沉默了片刻，缓缓点头。他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薰儿处处为他着想，他若是还执意而行的话，那也太对不起人了点。等着我。萧炎也不理会周围的人，握着薰儿那如玉般的皓腕，轻声道。清雅脸颊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，薰儿轻点雪白下巴，放开小姐。林泉双眼通红地望着那对萧炎表现得格外亲昵的薰儿，心头的嫉妒之火几乎差点掩盖他的理智。对于薰儿，他一直将之视为心中女神般，容不得别人染指。然而今日，他那心中的女神却是一反平日在鼓足的冷淡姿态，对萧炎露出那般动人女儿情怀。这如何能令得林泉不如同一只野兽般的暴怒起来？林泉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小姐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大呼小叫。一旁的黑衣老者脸色一沉，怒斥道：林泉知罪。听得黑衣老者的斥喝，林泉脸庞抖了抖，旋即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的通红逐渐的消散，但那望向萧炎的目光却是显得越发的阴寒。走吧。对于林泉的声音，薰儿却是犹如未闻，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，然后轻退一步，转身便走。在陆静林泉身旁时，清雅脸颊已是回复冷淡，平静的不起丝毫波澜的声音，令得林泉拳头紧握。薰儿话音落下，柳眉突然一蹙，望着一旁那僵硬着身体动也不动的林泉，脸颊微寒，沉声道：林泉统领。听得薰儿的沉声，林泉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阴狠地望向萧炎，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道：小姐请先走，林泉还有长老交代的任务要执行。闻言，薰儿脸颊微变，猛地转身，清冷目光注视着林泉，一字一顿的道：我说现在立刻离开这里。林泉紧咬着牙，居然是再度摇头。林泉，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呀。黑衣老者二人见状，脸色也是缓缓阴沉，两人齐齐踏出一步，可怕的气势直接将林泉笼罩而进。那跟着林泉而来的十几人见到这般变故，面面相觑了一眼，却是不敢说什么话。林泉是他们的上司，而薰儿身份更是尊贵，这种时候当个瞎子聋子是最好的选择。在黑衣老者二人那可怕气势下，林泉膝盖都是一弯，但他却是强行忍着，阴森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，有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。薰儿因为萧炎的缘故，对他越发的斥喝，他心中的妒火便是越来越浓，这种妒火甚至令得他理智都是变得模糊。一旁的小医仙等人见到这变故，黛眉也是微皱，但却并未说什么，毕竟这是古族的事，旁人不好插口。但他同样也能够看出来，这个叫做林泉的人似乎很是怨恨萧炎。他已经打定主意，此人若是乖乖滚蛋，那也算他命大；若是真不识相想要乱来，那他也让得他明白，不管古族可不可怕，至少这林泉还没有在萧炎面前大呼小叫的资格。林老，将他擒回去。薰儿的脸颊也终于是逐渐的变得冰冷，玉袖一挥，冷声道：是。闻言，黑衣老者二人顿时恭敬应和，脚步一踏，刚欲出手，那林泉却是猛地退后两步，手心光芒一闪，一块巴掌大小的血红玉牌便是闪现而出，在那玉牌之上绘着一个龙飞凤舞的古字，古玉令。见到这血红玉牌，黑衣老者二人脚步直接顿下，脸色也是陡然一变。小姐，不是林泉不听您的命令，而是身有重令。林泉手掌死死地握着血红玉牌，目光却是异样森寒地盯着萧炎，嘴角的笑容显得格外的阴森。长老下了重令，此行若是见到萧家之人，便将他轻去古族一序，若是对方不从，我有权使用武力将之强行带走。所以萧炎，你也乖乖跟我走吧。林泉森冷的声音缓缓地在院落中回荡，令得此地的温度都是变得异常冰冷起来。